我们用一场比赛把精神延续下去，不分段位，只为热爱，一盘棋全等一份初心。最重点是帮他一辈子的心愿。他是很喜欢他这样，所以他也希望说有生之年能够举办一个比较大型的围棋比赛。我想说，就帮他做这一个最后的他最希望的愿望。然后我也希望说，这个能够带动台湾的一个围棋的一个风气。我想这样子是我这一次的感觉是这，应该是这样的。我们2014年开始到2024年的精彩回顾，请大家看一下。我们在103年到113年这个整个冠军得主、高段组冠军得主，103年是由庄成俊所获得，104年黄伟，105年王琛，106年赖佑成，107年何天林与许嘉诚并列，108年与109年都是由詹以典获得冠军，112年是卢玉泉获得冠军，113年就是去年是由陈其瑞获得冠军，而得到我们的冠军奖金15万。感谢亚洲实业有限公司赞助的无雕之杯全国围棋公开赛，传承与发扬围棋运动，借由抛砖引玉，启发国人对围棋的关注，培养新生代的青年棋手，促进与提升台湾围棋的整体水准，以培育更多的台湾之光。如此不遗余力，嘉惠大众之精神，实在是令我们佩服啊！我们是非常感谢亚中实业啊。那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这进入了第10届那我们借由这今天呈现的特别的表演是由圣意醒狮团带来的降狮献瑞，现在就由我们圣意醒狮团带来表演。请看后面。
好，我们现在邀请我们吴俊彦董事长以及2位后代代表哦，我们苏汉以及苏木勋，请到台上来哦，请站在我们的那个舞狮的前面哦，请吴俊彦董事长站在黄狮的前面，这里对，接我们的好彩头哦，好，2位后代代表好，请接好彩头哦。请站在中间哦，好，对。接着我们要掀开10载传承扬其意，一坛感恩养贤东。我们感谢亚洲实业的赞助哦，办理的这个无雕之全国围棋公开赛进入了第10年哦，第10届，感谢我们，同时现在与我们的2个狮子拍照哈。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圣意醒狮团带来的舞狮这个降狮献瑞的表演。我们现在请吴董事长先留步一下，2位公子，吴董事长，请先留步一下。对，然后2位公子，麻烦可以先台下请哦。你不要担心，我没有要你致辞哈，现在来，怀着感恩的心啊，这个携手与我们全体热爱围棋的棋友们哦，共同了见证走过了9届的无雕之杯围棋公开赛，对于默默付出与贡献无雕之杯公开赛的大推手，我们亚中实业吴俊彦董事长与全体的亚中同仁哦，身为主承办单位台北市体育总会围棋协会，肯定会继续努力的推动，在迈入第10届的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份纪念碑的纪念礼哦，传承与感恩。来，这个水晶纪念碑要献给吴董事长以及亚中实业，同时也让我们祝福吴董事长与亚中实业，永远的生意兴隆，然后大家都身体健康。所以我们现在就请我们台北市体育总会围棋协会的理事长杨泰雄理事长来代表致赠这份水晶纪念碑。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传承与感恩，真的很感谢吴董事长。非常谢谢啊，也真的是满怀的感激啊，谢谢。好，我们请吴董事长以及我们杨泰雄理事长，请台下可以稍坐哈。真的吴董事长哦，大家有看到，其实吴俊彦董事长他这个从小其实都是一直陪着他的父亲，看着他父亲下棋。虽然他不懂得下围棋，但是他都默默地看着他下着围棋。那在这个大家看到主视觉的部分，有看到我们是以吴雕之先生他的那个穿着整齐的西装，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他在世的时候，其实他非常热爱围棋，每一年必定参加的是长青杯。在90岁的那一年，他还是参加了长青杯。那吴俊彦董事长常常回忆到，他
他的父亲每一次很得意的说，在长青杯赛，他可以每一次做一套新的西装，为了参加比赛，可见得他对于围棋的热爱。于是吴董事长在想到他能够为他做什么事情，那他的心愿就是办一场盛大的比赛。如今已经进到了第10届，我们也祝福吴董事长啊，而且吴董事长有承诺，去年的时候他就有提过，这个杯赛会持续下去。我们也见证到他携手带了2位后代来，他们同时见证这个比赛。那当然啦，刚才我们郑主任有提到说，今天可能吴董事长又有带来更大的惊喜。是的，他刚才有特别跟我提到，他说因为今年是第10届，也同时感谢各位热心热爱围棋的棋友们的支持啊。他第10届的时候，这一次的冠军高段组的第1、第2、第3名，除了原先的奖金之外，他个人在今天下午亲自会颁发特别的开箱礼，他还是叫我保持神秘，所以这个神秘的开箱礼哦，他会亲自送给这3位哦。那不晓得这3位，大家不知道，可能都会进行一个猜测。那今天同时我们现场有一个直播哦，那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到时候大家线上也可以看到观赛这一部分啊，看到这个比赛。那我们再一次啊，感谢吴董事长啊，这个开箱礼是你要揭晓吗？不要，还是不要揭晓哈。OK， 绝对是很好的开箱礼哦，他亲自送到得奖的选手手上。好，紧接着我们就要来介绍今天在场的那个贵宾们了。那当然了，我们首先介绍的就是我们主办单位的那个吴董事长，还有2位后代哦，一个是吴木勋执行副总，一个是吴书汉副总经理哦。在现场还有台北市体育总会围棋协会的理事长杨泰雄杨理事长，还有我们在最重要的是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台北市体育局的副局长啊吴建群吴副局长啊，他亲临现场啊，也看到也见证我们这个比赛啊。还有中华民国围棋协会的秘书长红迷棋王周俊勋老师，还有我们就是等于是我们围棋界里面非常重要也资深的我们秦世敏老师啊，大家绝对不陌生了，担任我们棋协30年的秘书长啊，现在是我们的顾问啊。那还有我们资深的陈秋荣老师啊，陈秋荣老师应该跟吴雕之先生啊都是有很深的情缘的。还有现在在现场的，除了我们，还有我们的大安国中，应该是说蔡司的总监哦，他是台湾的代表哦，蔡司总监陈志明先生，他同时是大安国中的围棋家长后援会的会长，还有我们的职业棋士王元军老师，他这次刚在美国获得冠军了。还有我们中华民国围棋协会里面的我们的理事常务理事韩雅静老师，他们的顾问陆秀荣老师。那当然啦，我们那个这一次这整个有无雕之杯哦，整个的发起哦，刚开始就是身为主办单位的台湾棋院我们的卢玉静老师。还有我们这边是基隆这边基隆围棋协会嘛，总干事对，好，赖总干事，对我们非常谢谢。我们其实现场好多的贵宾啊，那我们的职业棋士这次参赛就有20几位啊，那所以我们在觉得这个比赛的杯赛意义重大哦。
那在长期组里面，就刚才听到了我们郑主任有提及的，有很多都是我们在警戒的，在各方面哦，政要的部分都其实，今天王天进王委员有来吗？对，好，有，好 ，OK。所以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贵宾哦，嘉宾满满，再一次的感谢各位的光临哦。我们是不是亚中实业？是不是有人要代表致辞？吴董事长，你要开口吗？不要，他还是觉得要节省时间哦。他想邀请我们的那个体育局的那个副局长哦，吴建群副局长来代表致辞，好吗？亚中实业那个吴俊彦吴董事长，还有那个台北体育协会围棋协会的那个杨泰雄理事长，还有我们中华那个围棋协会的周俊勋那个秘书长，还有各位出席的棋手，还有各位围棋界的老师裁判们，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体育局副局长吴建群。那很荣幸呢参加这个盛会了，尤其是今天看前面那个介绍让人家很感动了哦。我刚刚来的时候，有跟那个田中实业那个吴董事长稍微交流了一下，他说他爸爸就是很喜欢下围棋，那下围棋的时候呢，他就很喜欢那个有一个习惯叫办一场很盛大，让所有下围棋都很舒适的比赛，就一办呢就从那个民国103年办到现在，除了疫情中间有中断2年之外了，所以他说我就奇怪，应该是12届怎么10届？因为原来疫情中间断了2年，所以办了10届。那长期以来，田中实业他为了传承啊，今天看得很温馨，就是它不仅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种对于那个围棋热爱的传承，让人家非常感动。这样的精神哦，才会让我们的围棋这个赛事哦，一代接一代的这个继续下去，所以非常感谢亚中实业亚中实业这边的一个支持啊。那亚中实业这边的支持，也让我们这个赛事啊的参与的那个年龄层啊，也非常广大，从比较有年轻的，像国小啦，到我们长青组，在亚中实业的这些支持之下，让我们这些赛事能够办得越来越好。那最主要也要另外除了感谢亚中实业长期的赞助之外，也要谢谢这个我们台北市体育总会围棋协会这边的举办这样的活动因为有他们的举办这样的活动，才可以把这些同好聚集在一起比赛。所以无论你今天你是很经验丰富的好手，或者是那个要崭露头角的这些新秀，我相信都可以在这个赛事得到很好技艺交流的机会了。那也希望借由今天的赛会大家除了在同场交流你的技艺之外棋艺之外也希望你们也会在这个赛会中得到很好的友谊。那也祝大会能够圆满成功，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体育局的副局长吴建群副局长非常感谢吴局长应该可以看到我们的场面其实在参赛无雕之杯的所有的参赛者都已经是段位以上的棋力所以基本上对于品质上面，我们无雕之杯一向秉持着希望是办一个高品质以及能够让吴董事长以及亚洲实业他们继续支持我们这项公开赛那感谢我们吴副局长。那我们刚才不好意思补介绍一下那个基隆市围棋委员会的周副主委他也有到我们现场来，感谢好，那现在我们就再请一位代表我们请中华民国围棋协会的秘书长周俊勋老师，周秘书长来为我们致辞。
吴董事长，然后吴副局长，然后各位来宾，各位老师，各位学长，大家好。那很荣幸能够代表中华企协在这边跟大家那个致意。那首先要非常感谢吴董事长这12年来这10届的支持。那无雕之杯今年一到这边举办，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刚好是第10届，在一个这么好的环境能够比赛，对选手的鼓励。那也谢谢我们中华企协的副理事长刘小姐的支持，让这个比赛能够很圆满的在这边举办。那最后就谢谢大家的参与，然后也祝福无雕之杯可以越办越好，越办越盛大。然后期待第20届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更大的规模、更高的奖金，然后让台湾围棋的发展越来越好。谢谢大家，谢谢。好，谢谢我们的中华民国围棋协会的秘书长周俊勋老师啊。在这边要跟吴董事长报告一件事啊。您所见到，因为去年他有提到啊，我们去年刚拿下世界冠军啊，我们的那个赖君福老师啊，那其实今天也有参赛，大家也都知道啊。那今天的直播的第一盘也是他的会直播啊。那赖君福老师从第1届的103年开始，他那个时候只有12岁，那个时候是业余7段。他当年的那个刚才的纪录片子里面有一张相片，他跟吴董事长正好也有拍照到啊，因为他那个时候是第1届拿到第6名，但是他是业余的7段，可是，在去年已经22岁的他，今年是23岁，去年就拿到了我们的世界冠军了。那你的心愿也看得到，在培育我们台湾新的台湾之光。我希望我们也把这份礼献给我们吴董事长哦。那期待我们这边有更多的台湾之光出现哦。再一次谢谢各位的支持，也谢谢我们亚中实业哦。那我们今天呢可能代表支持的，因为我们的活动哦必须要不要让耽搁哦，所以基本上可能代表支持的部分会暂时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会请那个赛务组这边进行报告，我们会请裁判长啊。今天我们的裁判长是陈昌炎老师哦，他同时是中华民国的围棋协会的常务监事啊。那我们的仲裁啊是请到我们的国际仲裁啊，拿到的就是我们秦世明老师啊。秦老师，你要不要站在台上来？对，因为其实他昨天就已经有出现了，我们2天的比赛哦，他是唯一拿到了国际仲裁的标准了。那对于这样子的赛事，我们一定要请秦老师来担任我们的仲裁委员哦。好，那我们是不是请陈昌炎老师来说明一下？我们时间很紧迫了，所以麻烦选手请注意听3分钟哈。我们今天高段组的早上只下1场就休息了。那低段组1、2、3段的早上要下2场，基本用时是20分钟，20秒2次。你的每一场场距是70分钟，10点开赛，第2场11点10分。那我们长青组的这些长辈们，请注你们比较复杂一点哈，你们基本用时是30分钟，30秒2次。你们场距是80分钟，所以早上你们也要下2场，在午休吃便当，总共今天只要下3场。还有长青组虽然分成低段、中段、高段，但是同组的段差还是有手和，差1段让1先啊，黑棋181赢啊，差2段让2子黑棋182赢。那基本用时30分钟。30秒2次，很多长辈可能不习惯用计时器，但是稍微适应一下。假如2个人都同意不用计时器，可是你们的节奏要快一点，你们节奏慢，裁判还是会帮你们摆计时器。那麻烦所有在场的选手今天要注意的是，比赛完毕，麻烦举手，请裁判老师来照完相，你们再开始数指。要照过相以后数指，然后比赛输的人在自己的名字上签个签字啊，输的人要签个字啊。以上报告啊，谢谢。
我接着把重要时间交给我们郑主任。好，各位选手，时间的关系，我不浪费大家时间，但是我有几件事情要宣布哈。第一件事情，我手上拿了一个牌子哈，那么在这宣导，我们围棋比赛的过程里面，严禁言语、肢体的性骚扰，啊，不论是对别人、对异性、对同性，请你记得，不论言语或肢体都禁止性骚扰，啊，这点先提醒。那么，如果现场的选手、家长、陪赛人员，你有遇到你认为你有被骚扰到疑似性骚扰的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投诉专线27357515来跟我们投诉，哈，这是第一件事情。那因为这边我们贵宾很多，我就不举例什么叫做言语性骚扰啊。我们有围棋界的人有很多不该说的话，都请你不要说，譬如先什么后什么啊。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等一下我们比赛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休息，各位请直接换座位了啊。第二件事情，第三，我再提醒一遍，所有参赛选手，请你不要出现手机，尤其长青组的长辈，抱歉了，你只要出现手机，我们就要判你输了啊。这是符合国际赛的规范。现在 AI 舞弊的情况很严重，所以我们请各位不要出现任何3C 产品。好，这点提醒大家。好，最后提醒各位，今天呢，我们主办单位帮各位准备了非常实用的纪念品，请你务必全程参赛，结束后我们再送给大家。好，现在请各组的选手，现在请你开始换位置。那我们请各位贵宾，我们上面请好不好？到台上来，我们要共同一起。选手现在开始换位置了。长青组的长辈们，拜谢，请你们把手机关机。啊，那个工作人员协助一下，这个椅子。来，做表彰台，请各位长官，各位，我们楼上面请好不好？好，各位选手来，我们请坐喽。来，各位选手，来，请赶快找位置的裁判，请协助选手找位置。好，你好。各位，初段组，刚刚初段 A 组34号以后的是 B 组，初段组34号以后的是 B 组的，二段组33号以后的是 B 组，二段33号也是 B 组。现在有开始吗 C 三段组47号，三段组47号以后是 C 组。我可不可以邀请一下我们葛局长？葛局长是不是可以来上面跟我们一起解说换位？好，我是蔡怡轩，兔宝老师。好，那我们待会呢会直播高段组的第5场对局。好，分别是我们的赖君甫，还有简静婷，啊，都是职业棋手。现在是赖君甫拿白棋，简静婷是黑棋。啊，他们的风格大概棋风是怎么样子？棋风的话呢，我们的君甫啊，他是属于比较喜欢战斗跟别人作战的。哦，好棒。相对来说呢，静婷就比较保守一点。猜子哦，还没啦，现在还没有，要猜子。黑棋是君甫的样子。好，好。然后白棋是我们的简静婷。好，开始比赛喽。好，那等于第一场就会有一个血流成河。
那像现在无雕之杯办到的是第10届，宜轩有第10届，对，宜轩有参加过我们的无雕之杯吗？哦，没有参加过，但是有听说奖金非常高。哦，对，无雕之杯应该是目前全台湾就是业余赛奖金最高的比赛。哦，他们计时器好像有点问题，好像冠军就有15万。哦，对，这2年呢，我们的吴董事长有特别加码，就是冠军有提高到15万，奖金非常的高。黄伟之前也有参加过，也有夺冠。对，我在第2届的时候，就第2届无雕之杯运气挺好的，有拿到冠军。对，比赛会场很多小朋友。在我们以前好像还没有开放职业有参加，那直到这几年才陆陆续续开放职业参加这样子。哦，现在的战绩好像是有4位职业棋手。对，目前我早上看的话，好像是4位职业选手，然后以及1位高雄的业余选手蔡云哲，目前是全胜。4胜。好，那我们的比赛也开始了。小木，好，好，好，那双方的布局因为是时间有限的关系，是今天的比赛用时是50分钟10秒2次，所以他们前面的布局可能会下得相对快速一点。大概布局都会抓几分钟用时？可能以现在来说，只会花大概10分钟。可能10分钟左右，就是可以希望在布局就把它带过去，带到中盘战斗这样子。哦，我现在业余比赛都是20分钟。哦，对啊，很短。无雕之杯其实这次的比赛时间用时相对对选手就是友善蛮多的，是50分钟。正常的业余比赛可能都只有20分钟或是25分钟而已。哦，我上次第一场比赛的时候20分钟，然后想说哦，那我的战术要前面下，可能10分钟好了，然后就慢慢下，下得很开心。然后就到中盘的时候就没有什么时间下，中盘就死掉。那这个布局呢，我看军辅呢在网络上还有一些职业比赛都还蛮常下的，应该是蛮熟练的。哦，那军辅是黑棋。那军辅这几年在台湾的职业界也是属于第2把交椅，就一直差我们的浩宏一点点，不过都一直咬着在后面追着这样子。现在他的战术是，可以稍微看一下局面。局面的话，黑棋开局就错小目地角嘛，那用了一个比较少见的3间高夹。对，好像很少看到这个。那这个飞压呢，大概是 AI 出来之后蛮常见的一个变化。白棋也是，就是加强一下自己，就很快速的脱线去占大场。下一步可能会想一下，看是挂角，真的挂角。为什么会选择挂这个而不是挂这个？我在想军辅可能是想布局阶段，就是趁早进入战斗，比较战斗风格，引导到他比较擅长的局面这样子。哦，毕竟左边只有1颗嘛，那右边有2颗的话，这个挂角相对来说就比较有一点挑衅意味。对，想说攻击这2颗。那白棋等一下会从这里吗？可能会夹攻或是地角都有可能。哦，那这2个人呢，其实也算是认识非常久啊，因为他们2个，我们3个呢都是第1届的海峰围棋道场生。哇，对，那已经距离现在也是13年了。啊，好久哦。对啊，他们2个从业余的时候就是都是认识到现在，所以双方彼此应该是很熟悉。黄伟下围棋多久？我好像从4、5岁，5岁6岁学到现在。我也是4岁，应该有20年。对，下到现在有20年。好像很多都下了20几年。哇，果然，开局就很奔放。就军辅比较想要进入战斗吧，所以就
好喜欢这种开局。啊，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来看看，现在有5个人。如果有在直播间的朋友，可以跟我们留言，就可以跟我们黄老师询问问题。哦，刚刚有说到，我那时候第一盘用了10分钟，中盘就没有時間了。结果我第2盤就想說，那我下快一點，只用了5分鐘，结果我布局就死掉了，很難拿捏。好，那果然不出所料，你看军服就是一直挂角啊、双挂，跟白棋选择要作战。现在看起来这颗有一点危险。不过那一颗可能军服就暂时先搁着，就先往左上角来下。那这2个人刚好是一个是攻击，一个就是防守嘛，所以应该是一场还蛮精彩的矛盾对决。简静婷比较保守。简静婷比较擅长就是把棋局拖入到后半盘，然后靠着官子，对，以比较小的差距获胜这样子。一个。好，那下一步吃掉。好，那现在下一步轮到黑棋，黑棋左上角暂时告一段落，那可能会回来左下角吗？就是现在有这个地方吗？那我们的怡萱现在轮到你的话，你局面你是黑棋的话，你有想要下在哪里吗？黑棋我看一下，现在这个比较像弱棋。强弱的话，这2个。大场的话，这里偏大一点。有可能攻击这一块吗？刚刚有说它是战斗型。对，是有可能往这边拆一个，就继续追击着左边这3颗白棋。那这本身除了加强自己以外，也是可以顺便攻击白棋，就是12鸟的好棋。那刚刚怡萱讲的就是右上角的那一颗黑棋，我感觉也是有可能会动出来。就是如果那一颗1手棋被吃掉，还是有点大。对有了，它动出来了，开跑，看起来就右上角就要进入战斗了。那这一步黑棋很明显就是瞄准着下一步有一个很严厉的手段，快下去吗？对，可以碰下来。那黑白棋是不是就要守一个？对，白棋通常可能会保守一点，就是布一个。那黑棋连接吗？还是往？黑棋有可能就把它连回来，看是长吗？还是接一个？就是可能这2个把这个连回来。动作真的很保守。他就扎实的补了一个。那这2步相比的话，这个病呢给黑棋的利用相对来说又再更少一点。那黑棋掉完一步，可能就是这一颗会继续逃跑了。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会想要攻击这一颗？攻击那一颗吗？那会尖冲吗？还是？下一个。跳的话，可能白棋就大家一起逃跑这样。不过黑棋这边的连接可能还是有一点问题。不过黑棋现在掉了一个，感觉肯定是要继续往这边下的。往这个方向。可能还是要逃跑这颗一开始挂角的这个。感觉这边会陷入一个长考。不过在业余赛中跟职业赛最大的不同就是，业余赛的长考没办法花太多时间。对啊，就只有20分钟。那职业赛有时候可能1手棋可以想个半个小时，甚至更久一点。那如果在业余比赛做这种事情的话时间都没了，对，就直接读秒了。那我们顺便来聊一下好了。我们这次是第10届嘛，那中间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停断2届。好，那
比到现在呢，目前只有一位选手是有连霸拿过2次高段组的冠军。沾一点。沾一点。那沾一点现在目前是职业3段嘛？那他的夺冠的身份是以业余选手拿下冠军的。所以也是一位很厉害的棋手。好，那现在黑棋呢实战回来采编这个，那应该就是如果白棋吃那一颗的话，可能黑棋就是继续守拔了，可能会攻击或是会往其他大场来下。大概将近30手，那大概做个形势判断。老师之前都说30手、50手。对，像我自己的习惯，可能是一个角落或是一个局部下完，就会简单的判断一下这样子。那这盘棋布局来讲，算是黑棋比较快速拓展的一盘，就是白棋的白棋的子力通常就是都在右上角嘛，都这一块右上角比较地盘比较大一点。像这种地方到底要怎么点呢？这种地方呢，我基本上点的可能保守一点，就是会把白棋的角地的基本空先点完。对，那这颗黑棋就是属于负债嘛，那负债的话可能就先不点。对。那如果连负债都没有点，你的局势还是就是不错的情况下，那这样白棋的优势应该是比较明显的。而且静婷本身就是也是一位非常会读秒的职业选手。10秒一次。对，他们这2位在野狐上面就是可以看到练棋量都是还蛮大的，他们很常下15秒1手的快棋。对，所以对快棋很刺激，对读秒应该也是都非常有把握。这样打入了。这个黑棋是要去加工吗？还是从上面？黑棋如果实战加工的话，可能白棋就会往脚上来腾挪这样子。那这个白棋这颗就可以考虑看清，然后来做活脚上，这也是一种就是这一颗包袱把它甩掉，然后马上做活的一个想法。我感觉军服应该不会这么轻易的就放过这个机会来攻击这颗白棋。眼睛都亮起来了。看一下，我看不到用时。我们这边好像看不到他们双方花的时间，不过目前为止应该就是双方都差不多。不过跟军服下棋的感觉就是，哪怕你有一点优势，你也不能松懈下来，因为他在后半盘就是在落后的时候，他是很能把局面给搞得很复杂攻击力很强。对，你一个不注意，可能就会瞬间崩溃这一种。像这个地方会有几种选择啊？就黑棋。黑棋可能常见一点的就是像刚刚可能加工嘛，或是还有往这边走吗？往这边走可能不太像。对，往这边走刚好被拆2。如果假设再走这样，被拆2过来，黑棋立1拆2，不舒服。而且尖踢就白棋就顺势往上抢。那如果不踢的话，这边以后这个飞黑棋的形状也不是特别好赢。我这边可能会花一点时间来就是思考一下。那我们回到无雕之杯吧。这几年其实无雕之杯它就是有陆续开放一些，像是泰国选手啦，然后以及一些中国香港选手都国外人哦。对，像是第4届吧，我记得是第3届。第3届其实夺冠的冠军呢，就是一位中国选手，他也是业余的8段，就是在中国的最高端，也是非常厉害的。等一下出去看一下，看有没有外国人。对，那我记得6段组好像有一位夺冠热门也是香港的选手。香港的。对，他们也是就是来台湾顺便旅游，然后参加这个围棋的，就业余比赛看军服直接就是跟白棋作战，他不想要给白棋那么轻易在脚上做嘛，所以我果然想不到职业在想什么。这手是什么用意？
这手棋就是刚我们讲的嘛，这甲公可能会往角上来承诺啊，补角。他虽然就是让白棋加强了，可是就是把这个角上的味道给补得好一点。白棋现在就不会往那边来碰了。哦，对。那白棋这边也没有马上的往上长。长会不会感觉有点重？不过以这个黑棋3路跟白棋4路的交换，感觉白棋没道理不长。哦。对啊。然后黑棋继续攻击吗？往这个方向。不过黑棋可能就不会走那么近，可能跳翼之类的，或是加攻。不过白棋好像真的没有要长。难道会还可以下哪里嘞？往上跳。往上跳。这步就是跑得快一点，那黑棋可能就搬嘛，把这个实力先给捞下来。哦，他实战是选择手把了。那手把的话，如果黑棋搬，可能白棋就是这一刻就可以看清了，就白棋这刻就没有要选择逃跑，可能就往这边看可不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如果两块弱棋可以连在一起，这对白棋无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所以白棋把这边差不多定型，就可以去攻击上面。白棋如果在这边可以安全的把它连在一起的话，其实黑棋的下一步没有到那么好下。对，就是白棋如果一手棋打入可以把黑棋的大本营给破掉一半的话，感觉白棋还是挺成功的。所以可能不会搬这个给白棋那么轻易的就回家了。那我们其实另外一局的对局也是非常精彩。他实战夹在这里哦，他们好专心哦。不过像在哪里？这里。他加攻。像这种业余比赛，大部分来说都只有业余选手嘛。那这一场无雕之杯呢，是有开放职业选手。通常职业选手跟业余选手在一起比赛的时候，业余棋手通常都会更专心一点，可能更专注，或是对，因为毕竟可能旁边有自己的偶像嘛，也在隔壁比赛。其实这种来比赛可以跟职业下棋很棒耶。对啊，算是挺难得的机会。平常要跟职业选手这些下到棋是基本上不太可能的。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名单，可能初估职业选手就有10几20位。这么多！是在高段的，对，基本上快要是不到一半，可是肯定有1/3。那有没有可能有业余棋手可以赢职业棋手？这场比赛的话比较特别的是，职业跟选手是有让半先。那本来黑棋是182.5只才获胜，现在好像就是182.5，就是185跟183。182.5，这样大概是几指？185跟183嘛。如果有让半先的话，是黑棋的183就赢。等于差不多一个小小的，差2颗。对，差不多这样子。就差2个。不过以让半先来讲，对业余棋手还是稍微吃力一点。还是惨了。秒下黑棋，双方就很契合，就各自下自己的。0.5秒的速度飞了。那白棋贴。这边开始快速。黑棋把这个角线围好，顺便攻击他。然后跳。看来都想好了。看起来好像这边算安定了。以这2个，虽然白棋是离2拆2，可是这个棋暂时应该是不会被攻击了。那现在黑棋其实看起来的地盘是稍微多一点，因为毕竟棋盘4个角嘛，那黑棋是占领了3个角。那白棋就只有，虽然白棋的右上角很大，可是就只有目前白棋的实力都是在右上角这里。所以黑棋接下来这样算是黑棋局面稍好。其实应该也还早了，因为大家毕竟都是下定时嘛。对啊。不过可能风格来说，我觉得军服可能比较喜欢黑棋一点，因为
很多时候有些布局可能会下到7、80手才开始战斗。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就是下了将近30几手，哎，棋局就已经有进入到开始准备要战斗的阶段。那黑棋会想往右上下吗？现在还是最快？可能有2种可能，应该是第一个是往右上来下，第二个可能是还会在这个局部继续纠缠白棋。对，纠缠哪一块？有2块。黑棋这里不知道会不会考虑踢了，然后继续攻击这个，可能也是一种下法。然后再顺势飞过来，就是揪住这块白棋。那白棋这块如果跟着加强的话，黑棋可能在脱先。对，就是毕竟多交换2步，自己也安定了嘛。那这个被白棋飞过来的时候，黑棋其实自己的根据地也是没有那么明显的。看起来目前好像是蒋劲平花的时间长一点。看起来是这样，不过比赛的时候也通常都是静婷花的时间会比较多。那我们的介绍一下军服好了。军服在去年的职业排名呢，它是就是仅落后于我们的浩宏。那他是在台湾的职业排名是第2名。他这个奖金也是有公布给大家看的，他的去年的奖金就是比赛奖金的所得是414万。那徐浩宏呢？徐浩宏去年的话是再更高一点，他去年徐浩宏是860万。他果然就是继续往这个局部来想。那这个碰了场跟刚刚他是碰了档。那白棋的下一步应该很明确，就是很想打吗？已经把黑棋打成鱼形嘛。那黑棋感觉只能黏。那这次的比赛，除了我们的奖金排名的第2名的赖君福9段他有参赛以外，还有第4名的陈其瑞8段，他们2个目前都是全胜的选手之2。那没意外的话，可能下一局就有机会对到了。对，陈其瑞是不是也有在这边夺冠？对，陈其瑞就是我们去年的冠军。对，他今年也是寻求一个连霸。不过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劲敌，我们的军服。对，而且我没记错的话，军服是在最后1-2天才报名比赛的。就是因为比赛有那个报名期限。对，他通常他在最后1-2天才报名，就是有点出乎大家的意外因为有名单，什么蔡圈轩。对，因为这次的比赛，因为报名就是各自的关系，所以就是挺神秘的。因为突然出现了一个赖圈服，大家都想会不会是我们的职业9段的军服，然后同名同姓。对，那后来证实是了，大家都是都跌破眼镜这样。不然报下去都没有人要报名，好恐怖。对，看到。不过大家如果是业余棋手的话，也会觉得有机会在业余赛事中可以对到我们的军服，算是非常难得的，对啊。而且军服去年在国手3麦杯也拿下，虽然不是到那么正式的比赛，不过也是赢了目前世界排名第1的申真胥，拿下世界冠军，这个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打入了。白棋没有就是把这个断点连起来，可能是觉得有点重复现在问赢手。黑棋这里可能第一感比较直接的就是把这个角给挡住吧。那这个角挡住的话，就是变成白棋边上就有多了一些利用。可能以后白棋这边这附近都有一些先手。那实战黑棋就是也没有那么注重角地，选择比较就是形状想要厚实一点，它是补在外面。这样白棋要兼顾2块棋。可能白棋活角的话，黑棋就是准备继续攻击白棋这5颗，外面这5颗。那如果白棋把这5颗加强，可能他就会选择把这颗给吃干净。目前白棋这边算是比较危险吗？危险是不至于，可是有可能会被攻击的比较吃力一点，就是他选择还是保守一点的补一个。
这个地方为什么白棋不用念的？通常我们在补断点的时候，可能连接跟虎口，多数人会选择虎口，就是稍微再更有眼味一点。那如果之后就算点这个白棋连起来好了，我们以最简单的方式来看，就是这两个交换，黑棋跟白棋的这两个交换，很明显应该是白棋走在外面嘛。那这个交换应该是白棋就是稍微满意一点，所以大部分都会选择用虎口来补断点。除了眼型好一点之外，也跑得比较快。好，那黑棋吃，不让白棋那么轻易的安定。白棋也是就是来把刚刚这个温应手给就是继续下去。那这边黑棋如果这个角地被破掉，失控的压力就会比较大一点。这是黑棋最大的一个角。感觉这边会是一个很混乱。对啊，双方应该就会从这里开始打起来。那如果搬的话，可能白棋就是因为黑棋的这步尖，其实白棋这步连起来的话，这边有个冲断。所以黑棋这边确实可能要花一点时间想一下，要怎么样在局部定型。这个地方黑棋，以现在来说，如果黑棋选择手把的，可能教室在这的话，白棋就打结吧。打结，不可能粘了。对，这个粘起来的，对，形状就是鱼形嘛。那对于职业选手来说，可能鱼形的效率都会比较差一点。所以白棋可能局部用打结。那就算劫材，假设劫打得赢，当然黑棋自然不行嘛。那如果就算打不赢呢，白棋就是纯实的粘起来就好。对，所以这边对白棋来说不是很严重的问题，这边可能就可以暂时先搁着。他就跑来实战来做活这个嘛。那现在黑棋的焦点应该还是在怎么样处理这右边这一块，就是这边定型要定型的好一点。如果一旦落后手被白棋先手破掉，那失控的压力自然就大了。把它关起来了。实在还是搬了。那这边进挺还是直接挤进来，两个人很多断点呢。对，一个、两个、三个。那这个虽然白棋自己的形状本身也不是很好，就是这边黑白棋的形状都不是特别好。就白棋虽然也是鱼形，可是黑棋也有3个断点嘛。那我觉得这个局部刚刚不知道有没有可能也可以糊在这里。棋形看起来很漂亮。那糊在这里，就第一个这个角跟这个弧是当剑合嘛。那如果黑棋也不太能把白棋打成鱼形，因为这边有个冲断。那如果立下来就把这个角活了，感觉也是一种选择。不过实战的进挺可能也想要跟军服在这边来场激烈的碰撞。这断点看了很想断。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断得了就不断了。这边因为这个断点断下去，如果落后手的话，假设断了长出来好了，就这个角轮到黑棋先下，白棋应该也没有什么把握。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就是他会连扳，白棋就是还是寻求一个安定，做活就满意了。那如果黑棋退的话，以后这2个交换很明显是白棋便宜了嘛。对，他以后要战斗的话，可以再断的把它分开来。或者现在就先把自己安定。还有第2种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交换，它不是从这边断，它是从这边断。我刚刚有想到好棒啊！然后再断的粘起来。不过黑棋应该就会弃子把这个角吃干净。好，那我们看一下实战呢，他是不想要被刚刚有想到这个立打成鱼形，他就立下来。每次猜那个职业选手下棋有猜到就很开心。如果大家可以就是在比赛的直播过程中，也可以自己猜猜看，就是这个黑棋或是白棋的下一手会下哪？那当你猜中的次数越多，代表你跟他们的想法就越接近。3点。对。现在野狐好像有那种猜下一手棋的，什么 A 跟 B， 然后选其中。对，那个他们可能是用 AI 的话来跑胜率，然后再把题目丢上来这样子。不
不过以现代的围棋来说，跟以前最大的不同，我觉得可能是，就是现在的棋都更快速一点，那也会更早的进入中盘，然后作战。以前双方可能都是先礼后兵，就是对，开始围控，再先开始围地，然后围地，再开始战斗这样子。哦，我之前都想说围地盘很无聊，我就开始一直去打入，那就要开始拼死活。哦，那这边就是金廷先把这个角给做活，然后把黑棋这个角破掉。那白棋算成功吗？白棋成不成功，感觉还是要看等一下左边这5颗跟黑棋作战的情况来判断。对，那黑棋自然是不能那么轻易就放过白棋中间这里，一旦那么轻易放过的话，这边黑棋的实力就是损失的比较惨重一点。感觉黑棋会喜欢这个可以攻击的感觉。对，那这个棋风就因人而异。像静婷，我认识的静婷，她是比较喜欢防守一点。那军辅当然就是能攻，他自然就是还是会比较喜欢作战。不过这几年就是军辅的国际赛经验也丰富之后，他的棋风有慢慢在转变，就是他也会想要把棋局拖入后半盘，然后试着用官子，然后来就是用细微的差距来带走比赛。好，军辅飞出来。哦，我都在往这边想哎。这个飞出来，除了就是把白棋左半边的地盘给破掉之外，他也想着就是可能是攻击这5颗跟这5颗，就是看可不可以来一个双击。哦，借用一下。有些时候职业棋士如果在攻击的时候没有什么头绪的话，可能就不会直接攻击这样，因为不太确定以后可能是从这边来还是从这边来的话，就有可能考虑可以脱先。哦，而且这边还可以增加地盘。就是白棋本身捞实况，可能白棋本身走一手棋也是把左半边给围起来，对，所以这步本身也是一步很大的一步棋。那接下来的白棋的焦点应该就是在怎么样处理左边跟边上的这一块棋。然后简静婷要出手了吗？他选择先加强右半边。他真的是很就是会想很久，又担心时间。我看他有几次拿棋子又还想继续想。因为可能正常在职业赛中，这里就会花比较大的时间，因为毕竟看这个跟军辅的这一步棋，2步棋的效率来说，很明显就是黑棋稍微高一点。可能时间前面有落后。那军辅的左边的这步力啊，也是就是这一颗棋子留下来的手段，因为刚刚本来如果白棋挡住的话，黑棋就只能在2路爬。不过现在3路多了一颗棋子，黑棋是可以直接连回来的。哦，就可能可以连到，对，还可以交吃，再把它爬回来。这样看起来白棋地盘右上角。白棋现在地盘最大的还是在右上角嘛。不过以黑棋来讲，其实比较大的也只有左下跟左上。那右下角的这一块，刚本来最大的这一块棋啊，其实现在是没有多少地的。但它也不是一块弱棋啊，就是白棋也不太可能攻击它。所以棋局可能还是很漫长。该不会白棋想脱先攻右上角？白棋有这可能吗？暂时现在左边应该是没办法脱先，就是这个脱先被吃掉有点严重。那白棋这边可能会考虑给黑棋回家吗？白棋现在就2种嘛，一种可能是把它征掉，一种可能就是挡下来，然后挡这个，给黑棋2路爬回家。黑棋可能就交吃，这里爬回家。那白棋长，刚好这颗有用。对，那可能再长。好。那在这里，挡了。挡了，那可能就会下成实战这样。现在通常职业算棋可以算到几手？职业的算步，如果单纯以直线计算的话，有时候可能厉害一点的3到50手是都有可能。对。对啊。
近挺跟军服下棋起来就有点像是，如果最后是近挺获胜，就有点像是以柔克刚的感觉。哦，对。那军服这边是补了一手，如果不走的话，被顶一个也不是很舒服，或是被冲的话，挡住这边再被夹一下，又利用2次，所以实战军服是自己顶了一个。看起来用时应该黑棋应该有多个5到10分钟吧，不知道我时间感觉好不好？应该可能没有到10分钟那么久，不过没有到那么久，应该可能有5分钟，3到5分钟。业余比赛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其实谁先读秒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时间短。那以读秒来说，以有时间跟没时间的情况下，就是读秒一定是失误的比较多一点。我之前有听过说围棋是比失误少啊，对，当一开始可能是在入门啊，或是比较初学的阶段，可能是看谁的失误比较严重啊，对。对，那后来下到后期的话，有段位或是高段以上，可能就是看谁犯的失误比较少。其实9路棋盘若2个高手下的话，那个容错率很低。对，而且棋盘很小。9路应该蛮刺激的，很多时候都是下完都是半目胜负。现在有时候会玩一些9路、13路，因为19路要下很久，然后老师们就会开始那个很常跟小朋友下9路，然后就老师也开始 PK 9路棋盘。那9路的话，就会比19路下的来的快了蛮多的。你看我们的近挺一直在防守，就是想要把这2块弱棋给补好加强好。如果是军服，有没有可能这时候就攻上去了？这边军服一定要注意，可能就是左边的话，他没办法落后手被白棋回来下到右上角，这样时空压力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如果中间等一下不破，被白棋自己跳一个，其实这个白棋中间的肚子也有点就是浮现出来。可能中间白棋有一点潜力跟实力这样。我之前有听过说潜力要算什么2目半，是吗？潜力的话，可能每一盘棋不太一样。像潜力的话，因为例如这边有1颗，这边有1颗，可能白棋中间应该有个5到10目，应该不是问题。对，所以1颗只算个2目。可能有时候也不能这样算。不过就是因为点控这东西，就是其实它可以时间累积，就是当时间久了，你判断自然就会比较精准一点。现在要看这个白棋点控，看这边就很难点。黑棋应该是不会让白棋这样赌钱，所以它碰在这里。那这个也是瞄准的，就下一步可以把这3颗吃掉。对，那这个就只能补了吧？白棋会弃子攻上面。白棋如果白棋脱先，那这步脱也是问应手。黑棋如果搬呢，可能白棋这边有个夹。这手也下来相当快。这可能是白棋本来这步大飞就留下来的手段。下一步想3步。通常职业棋士在下棋，他下完这一手，应该都还有就是他之后续的想法，或是想要干嘛。像这一步的话，是本来可能这个拖再加，如果没有这一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会变这样。藏不回去了。那这一颗可能就会比较危险，没办法逃跑。可是这边多了1颗，就可以藏。对，就可以把它贴回来。对，这叫贴，术语。因为刚好藏的话，可能是周围没有黑棋。那如果黑棋是在旁边的话，可能叫做贴。最近在教小朋藏肩跳飞。有危险要藏。那跳的话就跑得快一点。有看那个G18的课程。你是说黑加赖皮熊熊？他说跑得快容易跌倒。对，就是跑得快，虽然其实效率比较高，可是就是棋形也相对薄弱一点。看起来，要常考了吗？这边可能黑棋会花一点时间。像好来追究白棋。点这个。
那这边白棋应该也有几种选择，可能第一个就是粘起来。那黑棋如果冲过来的话，白棋就断掉，再把它冲出去。那这个断应该会离下，然后就冲出来。感觉这个双方黑棋应该更没有把握一点。就黑棋如果没办法吃到这几颗白棋，本身刚刚说的这8颗，这个角上这8颗也会变得更危险一点。对。那静婷这边可能是在想，要不要就直接更激烈一点，连粘都不粘就直接冲过来了。哇，冲的话是不是？算不清呢。冲如果挡的话，这边白棋要注意，白棋断的话就会被黑棋直接回家。呱呱，可能就顶过。跑个起来。教室，那这样如果可以下成这样，黑棋应该可以满意。虽然这边2个断点，不过黑棋这边这个弯应该是个先手可以把这个断点给补起来。我有时候想那个选点都会想一些，但其实我有想说要不要往这边走。你说刚刚这时候吗？对呀。不过这里白棋如果可以冲到一下，其实他就不要断掉就好了，他就不要贪吃把这颗吃掉，他就不要吃，就粘起来。哦。那粘起来的话，就黑棋就渡不过了嘛。这样，对，这可能也是一种选择。脱先了。哦，那这盘双方都很契合，都是各下各的。那这里感觉军虎应该他退了。很混乱呢。但感觉这步白棋是不是不知道有没有一点失误？因为他可能觉得黑棋退完这边要自己补断点，不过这边黑棋可以补的再更好一点。这怎么可能黑棋不补？黑棋这边是有个冲断，但是黑棋也不会补断，黑棋可能就会直接吃在这里。那当白棋冲断的时候，这边是可以直接交吃就把白棋吃掉的。就可以直接打吃在这。吃在这个地方。对。断。那这步断刚好顶到白棋的一气嘛，所以粘起来的时候可以把它断掉。对，这样白棋就不能冲断这个。白棋虎了一个。对，黑棋吃。长了，我断。还好这盘军服没有一直打脸我，至少讲的很多都有下出来。这样看起来，我个人是觉得感觉这样白棋不是特别喜欢黑棋一点。而且白棋刚刚这个黑棋的碰还没处理好。而且我觉得这块好像也还好。那个黑棋可能就看清处理吧，看白棋怎么吃。白棋如果吃小的话，黑棋可能就不跑了。他下了，白棋下了。应该是碰过来。这个碰的用意是？这个碰的用意应该就是黑棋自然是不能脱线嘛。如果脱线的话，这边有个点的那个手筋，那黑棋是不能挡下来的，因为这边被冲回来。那如果粘起来的话，白棋就把它爬回来。这样黑棋那个角是没有活的。那如果黑棋用扳的，可能白棋就跟着连扳。扳下去。他扳他用，对，他连扳了。那如果黑棋粘起来，白棋就可以先手便宜，就手拔。他粘，那白棋可能就先放着，或者以后要下的话再长。那应该会放着。就这2步当成先手便宜。还没有下。还没有下。那有可能反击扳那个。这比赛年纪最小的小朋友大概几岁啊？这个比赛我记得是没有年纪限制，它是在网上。这个就年长年长他们有特别设一个常青组的样子，那常青组可能是65岁吗？哇，好像我到了还可以下围棋，感觉很棒。对啊，那常青组这还有限定是65岁以上。
对，那长青组大家其实很多都是十几、20-30岁就认识到现在的棋手们，好像是五六七段。对啊，所以这些老伯伯们都很厉害，厉害。好，这边很多就是棋友们可能就会跟着挡住，不过如果以挡住来讲，局部除了还是有亏欠之外，就是这个角可能没办法进火，那这一步本身的效率也不低，就走在外面这样，所以这个是可能业余棋友比较会犯的失误，就是很多棋会跟着人家赢。这个不怕有个点吗？因为本身挡住其实也没有进火，那点的话，那其实他就粘吧。那白棋如果再花一手棋，就是效率也没那么高。而且现在黑棋走在外面，就是没有到那么危险。好，那现在白棋回来补了。走了一手。对，这边应该就会挡住。那黑棋可能就拐下来。简静平感觉真的有在加快他下棋。毕竟时间可能不想要落差那么大，因为如果落后10分钟，其实先进入读秒的那一方会有时间的压力。我们进入读秒之后，就是10秒要下一步棋。有几次啊？3次？应该最多2-3次吧。10秒是2次。2次哎。如果只设10秒1次的话，可能担心选手会不会没有按到钟过去一次这样。但就算是10秒2次，也没有多久可以想。你可能突然晃神一下，那10秒就过完了。之前不是有那个包杆子，然后那个计时器可以一直按。如果下到业余7段甚至职业选手，就是包杆子下起来也是很刺激。好，那虽然白棋这一步在2路飞，可是它一样也有2个作用。第一个就是加强自己嘛，那第二个就是一样威胁着这块黑棋。他可能是不想要被先点一下，那点白棋如果挡住的话，这个黑棋基本上局部就快活了。所以白棋就往2路来攻击，顺便把自己加强。你的麦克风有声音。喂，有听到吗？我那边。那军府现在的焦点可能还是在左上跟右边这边嘛，就这2块棋。刚刚是白棋要处理好，现在换黑棋要处理好。如果黑棋，我们来看一下实地好了，现在的实地状况怎么样？白棋右上角可能有个15-6目，那把它吃掉，把它吃掉就没那么多了。对，减少很多。就是像黑棋这个做活啊，我们就是所谓的都是活在幕上，它除了自己做活之外，也把白棋的角地变得小了一圈。那这2个人呢，在比赛的对战中，应该也是我们的军服稍微领先一点。以战绩来说的话，好，那白棋这边也陷入一个长考，可能这边会花一点时间来看要怎么让它飞过来。进去看他们，神情很专注。对啊，我直接去看现场。因为现在下到的是第5场嘛，那基本上冠军就会在这5位选手全胜的选手中里面产生。在台湾的业余比赛啊，通常不止业余比赛啊，其实世界赛或是国内的职业比赛，
第一名的奖金跟第二名都可能会差个3倍。哦，就是今天15跟5 5万，对，第一名奖金就是高达15万嘛。那第二名的话，就会就是通常会砍半或是就是差3倍以上，2、3倍左右。而且通常以竞赛比赛来说的话，大家都只会记得第一名。你看去年第一名大家都知道，可能是我们的陈其瑞职业八段。那问你第二名？其实我也忘记了，对，所以这个也是竞技比赛中里面一个蛮残酷的现实。可是通常要第二名也很厉害，就第一名显得很有价值。对，当然第二名就是一定是很厉害的，不过通常大家都不会记得第二名。像我之前去日本比赛的时候，有拿过一场第二名。那日本的业余比赛，它的颁奖也很特别。它的是类似晚宴的颁奖方式有东西吃，对，有东西，大家一起吃饭庆祝那个颁奖，就是得奖选手。那很特别的是，第一名会被受邀在台上，就是颁发奖杯。那业余第二名当然大家会觉得很厉害，结果我们的第二名只有坐在那个就是底下的桌子吃饭，他把奖杯奖状都放在位置上。差别待遇。对，这个算是。也蛮特别的体验日本是蛮多骑射的对，日本其实大家如果去玩或者去旅游的话，他们如果你有经过，有看到有一个那个围棋的棋吗？还是围？就是他们还蛮多棋，对，是它是写棋，然后他们除了就是通常骑射的环境、下棋环境都挺好的之外，那边也都挺热心的。就你可能是付一定的费用就可以下一整天这样子。一整天哦。台湾好像是叫做议厅。对，台湾通常比较少一点，就是可能你要特别查，然后他不会注明说他有开放，就是可以下一整天，或是你想下就去下这样。而且好像大多是小朋友。对，台湾的教室比较多是小朋友，在可能20年前吧。还有可能算是骑射，就是有一些年长者或是成年的大朋友们会在那边下棋。那现在都比较少一点。好像是会有一些主社团，然后就会年纪。现在在台湾的话，好像比较流行的是在咖啡厅办活动。对，围棋咖啡厅。有去过。那咖啡厅的话，他们除了台北之外，像现在中部或是南部也渐渐就是有。跟着台北一样，就是开始举办一些活动。最近高雄好像有个什么团体赛。对啊，通常办这种团体比赛，也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参与，然后对增加可能假日出来比赛下棋的人口这样子。我比较少看台北的比赛，好像团体偏少一些。台北的团体赛是比较少一点。现在换静婷揪着黑棋这一块棋不放瞄着这个断点。那可能就粘上，或是想要双狗，一个弯弯的。对，感觉如果弯在这形状也不是，不喜欢。粘起来的话，就是对脚上多紧一气。之后这边除了可能有一些跨段。就白棋这个脚气比较紧，那跨段完这边还有一个段，所以这个气紧实战应该会选择粘起来。那除了这个气紧之外，也有这个夹。白棋立的话，黑棋这边可以拐一下，再把它断掉。那虽然黑棋只有2气，可是白棋现在没办法把它吃掉。白棋如果断的话，黑棋就把它跑出来，吃不掉。那这样白棋就完蛋了，这个角就会全部都变成黑的了。对，所以这一步棋应该还是会选择粘起来，多紧一气。那个白棋得补。白棋下一步不知道会不会往边捡。刚刚想的，开心。黑棋不容易杀吗？其实这个黑棋就局部就是这一只眼嘛，因为这边是做不出眼的。顶就搬。
一个增援，除非黑棋要先来损地，就先来送死。这个送死就是如果白棋冲黑棋一段啊，这边就以后就留一个活棋了。不过这颗就自然而然是死掉了嘛。那如果你太晚下的话，以后白棋有可能就这样退一个强杀你。所以这个要不要损，这个时机也要拿捏得很好。不好杀。对。不过像无雕之杯，它是从2014年举办到现在嘛，那中间因为疫情有停2年。这几年有开放职业选手参赛以后，业余棋手还是会得奖。不过这2年的冠军都是被职业选手给拿下。像去年是陈其瑞8段拿下我们的冠军嘛。那在前一年呢，是我们的卢一泉，职业6段拿到冠军。对。业余是老赖吗？业余老赖就是我们业余7段里面的赖佑成嘛，他是常年的就是业余排名的第1名，他基本上只要出去比赛啊，就是剑指冠军，大家都不希望抽到他啊，就连我可能在我业余的时候啊，只要出去比赛，我只要抽第1盘，我都一直在看我旁边是不是赖佑成，就很不想对到他，而且若有手和更难下。对啊，其实职业选手要对上赖佑成，分先都不一定很好下了，何况还要让他。对，他就在业余算是一个尖了。这2位棋手今天都蛮给我面子，至少都在点上。对，都可能下的位置都差不多。就我那时候小时候，只要对上赖佑成，基本上还没下了。对。然后也有讲到。那时候对上他，基本上就是哇，觉得完蛋了，这么第1盘就抽到他。对，那是业余第1。对，他现在也是业余的排名第1吧。那这次无雕之杯很有趣的是，业余排名第1跟第2在第1盘中就对决了。第2是谁？第2是我们的陈燕如。对啊，他们2个竟然运气很巧，第1盘就抽在一起。不过最后是由我们的赖佑成获胜。那赖佑成现在目前应该是1败，我记得也是输给我们的军服。燕如他是不是那个号称那个棋跟 AI 很接近？就现在来说，很多棋手都会就是蛮认真在研究 AI 的。那可能布局前50手吧，50-60手，可能基本上大家的水平搞不好都跟职业其实没有差别到很大。都知道蓝点绿点在哪，都是可以利用 AI 来学习这样。我今天刚来那个比赛会场，就看到有好像算是高中生拿着那个平板，然后用 AI 摆棋。我想，平板也可以用 AI。现在手机、平板其实都有 AI 的 APP。那跟我们以前比较不一样，我们最一开始的时候，可能要记录这盘棋。我小时候还是用笔吧，纸啊，用纸跟笔，然后把它记下来。那个蓝笔跟红笔。现在大家基本上就是人手一台平板或是手机就可以记谱了。我之前还会看到那个学弟把那个红笔跟蓝笔粘在一起，那就是一只手就可以拿2支。这个台湾没有卖，日本棋院其实有卖1支笔，然后是2个就是黑一红一蓝。对，很好记谱。它是2个，就是2个头可以交换这样，它也不用按，就是可以直接，你可能转个弯就可以继续记。我真的是看学弟把2支笔自己拿胶啊粘起来，绑在一起，或是什么白棋，都用蓝笔记，然后最后再圈起来，圈那个单数，双数，对，白棋是双数，圈双数。这个都是现在看不太到的。那很有回忆，那个以前的棋谱超厚。而且。他跨了，那这边就是看进庭退，他还是选择要杀这一块。有想过了。看着进庭要杀棋。现在这2个人身份对调。对。所以看如果不杀的话，就是断嘛。其实不杀对就是断，就断，然后赚这一点点。但是黑棋可能就是局部只要一做眼就是活了。那他如果这样的话，白棋虽然吃掉这一颗，可是以后就不太能继续攻击这个黑棋了。
那军辅这个当然一定要逃跑，他就碰出来。现在我刚判断了一下，应该是实地来说，应该是黑棋稍微占上风。就现在白棋可能要透过攻击有一点收获，然后或是中间这边堵住的话，看有没有一些暗幕这样子。双方地盘都算零散一点，都小小的。不过黑棋这一块如果净吃掉，还有左边的话，应该明显还是比白棋多一点。而且其实必要的时候，其实白棋这边是没有完全连接好的。就如果黑棋最后可以把这个裂开好了，这边其实是没有连接好的，可以搬下来，然后再用苦肉计把这个棋子。先叫吃。这不用叫吃，就不用叫吃。对，不过这叫吃没什么影响，他就把它断掉。但不过这个前提是要把它裂开来。因为像我们在下棋的时候，如果想要切断对方，就一定要注意一个东西，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机会把它吃掉。因为像如果你这个好，结果你没办法把它吃掉，这个白棋叫吃，然后你叫吃，把它吃掉。不吃掉，换白棋。白棋把它吃掉。然后黑棋补断点的时候，其实这边黑棋就是这几个全部都是单关。所以你在切断对方的时候，除非你有十足的把握，不然就是不要轻易把人家切开来。因为你就很容易都没有围到地盘。不过这边都是比较以后的事，暂时不会就是这样。下不到。好，碰了要搬。碰了搬。那搬的话，这边应该也是在想，就是要不要跑快一点，还是就是往前场。第一杆会想长。长的话，白棋应该还是会继续压。要继续长。这块会不会有危险？这块不会，这边是连通。不过白棋这个白棋可能本身补一手棋也是蛮有价值的。就第一个这边的味道差一点之外，这边也有一个断点。所以实战军辅可能在想，要不要就是这么简单的定棋。好，那这一次呢，本来我觉得我们另外一边的全胜就是我们的奇瑞啊，他算是对这次的比赛很有把握。结果我看他听到军辅要参赛，他也觉得紧张了一下。对，紧张了一下。他现在是几岁啊？军辅的话，奇瑞我比较知道。对，我是问奇瑞。奇瑞的话应该是2000年出生的，所以。我就记得之前南山小小一只。对，他是我的学弟，也是我们宜轩的学弟的样子。对，学弟。不过他是我学弟，是我国小的事。他是国中的时候。我国小有跟奇瑞就是组队参加国小的教育部的比赛。我好像也有你应该是国中吗？然后比团体赛。那奇瑞小时候下棋呢，总是下得特别快，其实到现在还是一样。有感觉得出来，然后永远都在那个，我们好像是甲乙丙丁组，永远都在甲组。他永远的成绩，他都属于比较前半段。那他的成绩跟他下棋的速度应该是成正比，而且下完的速度也是挺快的。之前我们的老师好像会规定要慢慢下，他就有开始放慢一点，不然那个。不过我记得那时候南山是不是有规定时间多少要下完？可是赢的就不会怎么样。输的会被罚站。会被罚站还是跑步吧？跑操场。我那时候是罚站，然后我最早还不知道这个规矩的时候，我一进那个南山第一盘棋，第一盘棋的时候就好像留了15到20分钟，老师就很惊讶，为什么下这么快？但那时候我们的时限好像也有到60分钟。我小时候听奇瑞讲是，我记得他赢的话就不用被处罚，下得快赢了没关系。对，输的要有惩罚。输的好像就会有一点惩罚。
哦，这里陷入常考耶，一点点常考。通常在职业的对局中，跟就是像业余比较顶尖、比较前半段的那一些棋手，通常都是在中盘的时候时间会花得多一点。对，大家尽量可能都会把布局下得简单一点，然后把时间留在中盘。现在大概就是中盘。现在白棋有几种选择？白棋的话，第一个应该就脱先了。不过脱先暂时不太确定要往哪里下。像以围棋整盘棋来讲，我觉得最难的时候其实就是像现在，因为现在就是蛮多种选择的，你可以选择继续追击啊，或者是选择防守收底。那这个东西都会因为你的判断、你的棋风，会有每个人下法会不太一样。他们的前中后盘比较擅长中盘。我感觉晋廷的强项应该是在后半，就是后半盘收束。收官的时候。哦，刚刚有说到会用很细微的差距。对，而且跟晋廷下其实我以职业比赛来说吧，我觉得跟业余比赛也很重要，体力这方面也很重要。像赛事最大的差别就是在职业比赛中，可能他们是一天只下一盘，可是一盘都会下很久。那在业余比赛是一天要下6盘，6盘甚至7盘，对，所以对体力来说也是一大考验。现在业余比个5、6盘，差不多3盘就累了。对，以前小时候比赛好像都没这种问题。对，小时候很喜欢下棋，我一天可以下10几盘，下得很开心。像我现在出现在业余比赛的会场里，也都不是自己比赛，也都是在看可能学生啊，或是小朋友们下棋这样。有时候当个那个选手去看他们比赛。以前就还蛮多，就是爸爸妈妈都会陪着参赛，然后那时候还没什么感觉，结果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陪赛这么累。对，陪赛很累，而且我小时候如果爸爸妈妈陪同的话，我还反而会有点紧张，有压力。好，那刚刚晋廷是回来中间帮一个加强自己嘛？现在黑棋左上角其实是没有完全进火的，那这个棋呢，其实看起来好像空间很大，但白棋只要往那边大飞，局部就已经没办法进火了，所以这个也是黑棋就是这块棋的一个隐忧。我刚有说到去比赛，爸爸妈妈陪同会有点压力，所以有时候比得不太好。有一次有些比赛是家长不能陪同，然后那次比赛我就拿冠军，很开心。像现在可能就是我有时候来会场，然后小朋友们如果是关键盘，可能第5盘或第6盘赢的可以升段，那输的话就会看到老师可能就会直接哭了，对。我们之前是有遇到最后一盘会升段，结果是小朋友遇到老师，对，压力很大。感觉就是我下一步应该会往中间左上角这个面来补一手，补在这附近，长还是跳？他好像下了。现在看不太到。是不是？飞在这，蛮接近。那这个飞就是下一步这个扳的顶都是先手。这还有点瞄着这两颗。对，这2颗，白棋的下一步感觉，黑棋这一盘棋的后半盘感觉都稍微好下一点，因为就是白棋下一步，黑棋跟着下。白棋比较想头痛要去往哪个方向来下。那职业棋手其实在中间的地盘，我觉得我们跟 AI 最大的区别就是 ，AI 其实我们小时候学都是不太能围中间的肚子嘛。对，老师小时候都有教，就是中间是炒肚皮啊，尽量不要去围。那 AI 其实根本不管你是不是炒肚皮，他觉得哪里重要，哪里大就是走哪里，哪里大就去下哪里。有时候会看到蓝点在飘，对，在中间飘。而且有时候其实下出来的形状也不怎么好看。他好像
跳了一个。哦，人类下棋好像会注重棋形。对。长吗？下一步不知道会不会往那边补一个。军辅常考的时候会前进。军辅应该是紧张的时候会前进，紧张就是比较接近的时候会，啊，或是作战的时候。那像浩宏，就是我们台湾的职业排名的第1名的浩宏，我记得他落后的时候，我觉得他身体也会往前倾啊，可以看到。然后这边双方都下得很快，因为白棋继续追击这个，那黑棋把这个断掉。但刚刚比较，我自己觉得可能白棋是不是应该中间赶快，刚刚下的时候，就是在左边上角都还没下的时候，中间应该先压一个。你压完这个段就比较不成立了。对，那这个就可以打吃再穿下来。那你没有这2个交换就自然不行嘛，因为你冲下来的时候，这个会被整掉。变2气。对。所以现在进庭这颗自然就是先只能搁着，先把下边这一块给做红。刚刚有什么时机可以走这一颗？在搬这个之前。搬这个可以走。就是这个吧。不过我在想，可能进庭也是怕，可能下一下不是军辅有可能用抢，然后抢先手吧。好，那现在感觉真的要围肚子。但好像也不好围，2个洞。但刚刚有讲到，就是这块棋还没有明确的，其实没有明确的做出2只眼。就是白棋可能这附近下个2颗之后，黑棋就要自己补回去。所以其实白棋这边有隐隐约约有一些先手位。紧张了。就是棋局现在应该算是一个比较激烈的对，黑棋有可能从那边搬出来，就是从白棋的比较有缺陷的地方，看可不可以钻出来一点点吧。会断吗？断的话应该会较吃。感觉好像踢掉。那这边就看黑棋到底敢不敢粘起来。粘起来的话，跟中间这边有一点关系。他们。他是。军辅脑袋瓜。对，军辅头现在有挡到棋盘。那军辅粘起来跟白棋退一个交换。那我现在想，我觉得可能军辅会继续往里面来跳。第一杆也是跳。那这块棋是没有那么危险，因为白棋就算贴回来的话，黑棋这边有手筋可以挖进来。这块棋其实应该是没有死活问题。那是交吃一下。我们还要会通灵。交吃跳了。现在小朋友有时候下棋也要稍微通灵，他在想什么？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棋如果中间可以把这个肚子全部围起来的话，这中间肚子突然一下增加了20木油。感觉这边黑棋要想点办法来破一下白棋中间这个肚子。从这个方向吗？这边跳来这边。感觉中间进庭就是下得很拼。
这个会想要粘回去吗？这个年白棋应该就把它吃掉吧。那黑棋如果交吃的话，白棋可能就把它断掉。可能会先白的。我感觉现在军服应该，我觉得他自己觉得局面是不是没有到特别好？很接近。对。那就连职业选手吧，可能都有一些下棋的习惯，在优势劣势的时候，其实都看得出来。小动作。有些人是会卷头发，然后有些人是会撑头，或是叹气，很多都有。还要贴幕。对，那这次黑棋的贴幕是贴3又3/4子，那大概是黑棋要185获胜。就简单换算，可能是贴7目半。对。所以黑棋棋盘的角。大概贴对6个多一点点，7个。等于说这边都没有了。一个角。以现在职业棋手来说，大部分的人都比较喜欢拿白棋。就贴幕的负担压力小一点。从右边。他应该是就是希望白棋跟着赢嘛。那以后要下的话，可能这个赌起来黑棋也有一点实力这样。不过就看白棋会不会那么听话的就勉强。看起来直觉就是会挡住。对。还是有什么地方有先手？什么往雷？练飞一下。飞之前可能会想要点一下，把他的眼型给破坏掉。玩飞。现在的话，目数相差大概多少？现在我们来判断一下，这个右边的白棋这边大概12目，那这块棋应该也有个8目、9目、21。上边这一块有个8目吧，21加8 29，这个大概4目。小时候老师要我点目都很紧张。对，现在小朋友也很少点目。对。会怕点错，然后老师都说哦。而且有的小朋友都下的可能快一点。会忘记点目，这很重要。然后说职业选手会每5手，可能会甚至每1手都在行使判断。白棋对，白棋先，白棋可能是不想要直接贴的时候就又再被黑棋利用一次，所以现在看可不可以黑棋可不可以先手便宜，让黑棋补断点补1手。那刚点到哪？刚12、9、21。刚说这个12嘛，然后这个9、21。这个可能也差不多9、30、32。我们中间不确定，中间这个肚子先不要点好了。我们点完就是看白棋，点完黑棋，然后再看白棋这个到底要围多少。32、37、36。好，白棋36，然后中间这个肚子我们都没有点，所以等一下再看黑棋吧。现在看黑棋，2、3、5、7、9、10、20、21。这个棋。2、3、2、5、2、9、3、1、3、5、3、6、38、40，黑棋应该不到50，所以白棋其实中间有个10目就还不错。如果扣掉黑棋，对啊，感觉应该是军服稍微差一点。不过刚刚如果就是简单这样。黑棋也把这个吃住，其实黑棋这边也多了10目，所以这样可能应该是黑棋还可以，因为这边10目嘛，刚刚白棋说这边要围10目，可是就算围10目还要扣掉这边，对，所以这样可能白棋就没有到那么，所以白棋也不能下的这么
什么，可能都跟着对方下，还是要想办法反击，还要算一下黑增加、白增加。那如果现在军服就只能吃的话，这个被白棋再挡住的话，跟刚刚比明显差非常多。对，所以感觉这里军服肯定也是势必要反击。哦，有这个粘回来了。而且军服现在危险一点的是，还要注意一个东西，就是这2块其实都没有明确的2只眼。就是会不会等下读秒的时候，对，读秒很危险。可能静婷有可能在读秒的时候来个偷袭。感觉现在还是军服时间多一点。对，有一些棋手其实他们的策略啊，在比赛的策略其实也很有趣，他都会故意让自己陷入读秒。对手会对陷入读秒，其实这时候对手通常心里就一定会有个想法，就是他想要读秒混乱。对，在你读秒比较没有时间思考的时候来快攻你。对，那有一些棋手就是在读秒的时候不会犯错，就是犯的错很少。反而你下得快，你的失误还比较多。对，所以有一些棋手是靠好像让自己先读秒，然后你想要快攻他，逮到你失误再把你。职业不是有一个什么快棋争霸战？对。那个算是比较少见的，就是一手棋30秒。一手30。一手30，那没有基本时间是10分钟，不然正常的职业赛事中，可能最短的时间都有1个小时。那黑棋现在这个还是想虎吗？虎的话，白棋应该就是把这个吃掉。应该是还是会虎。他虎了。从法师当中看到一个虎的形状。对。说到虎口，那个老师觉得虎口的定义是什么？虎口的定义，虎口应该就是。我后来才发现，好像有很多那个小时候没有在定义虎口这个东西。对，虎口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可能你下进来。然后人家可以，就是当你虎口的那个点，人家下进来的时候，你可以马上吃掉。对。我上次在考一堆6、7段，有几个虎口，然后有的什么是类似什么这样的棋形，有些小朋友会以为这是虎口。因为只是颜色不一样，是要放到仪器的地方被吃掉，就叫虎口。因为虎口单纯以字面上翻，应该就是老虎的嘴巴，对，老虎的嘴巴比较危险嘛，对。然后有人会觉得说要长得很像老虎嘴巴，然后他们就会忘记看到这个，那个虎口。然后我之前跟小朋友说用1颗棋子摆出一个虎口，他们说老师怎么可能？这边，就一个虎口。观众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问，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就是直播上来提问。看一下，是有看到一个小米浆。但还没有提问，因为现在可能很多本来海峰前面也会直播职业赛嘛，那蛮多有高端的棋手都会在上面提问跟留言。可能今天大家都在比赛会场。对，因为这边人很多，大家都在比赛，都还在参赛这样。那我之前有听过完全不会围棋的，但是在看围棋直播，然后想那这样看得懂吗？其实是。就是可以，也是可以一起参与，就是有一些东西应该还是听得懂。不过就是大部分讲解可能都是讲解职业赛。所以有些时候还是会讲的比较深入一点。上次那个遇到就是说他是成人，很想学围棋，但棋院好像都是小朋友居多。对啊。好像大多都会选择个别课了。以台湾来说，就是目前成人。上课的部分比较少一点。那在台北市，其实很多小朋友都是从学习到哪里不一定，但是基本上都有学过围棋。幼稚园啊，社团啊。今天也是下得很强硬，直接把这个连起来了。好像大多都4、5岁学围棋。现在，因为这个白棋其实。左边这一块棋的死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退基本上是绝先嘛。所以这边有1只眼、2只眼。那黑棋也不太可能选择继续破，
就是现在感觉还是回来要走右上角要做火，感觉军服有点危险。对啊，这个眼位这个地方嘛，在这边做出一只眼睛。就算后手做火的话，假设走一个，断了一下。白棋暂时不会那么急的，应该是不会那么急的直接杀。这个可以看这步棋其实单纯以地盘来讲要关起来了，把它封住，那就要做火了。我自己觉得，军服感觉近田应该是觉得自己局面也还可以。如果局面不好，会想强杀。局面不好就是会感觉会想一下有没有办法可以把它强杀。不过像刚刚讲的这种杀棋啊，如果你这个杀棋这个杀在这里，你杀不掉就有点像挥棒落空。对，这步棋本身价值大概就2目而已，那走在外面通常价值一定是远高于2目的。现在是战术吗？先不下这个，先想其他的。他可能也是在想，看起来只能做眼。对我也是觉得应该是只有做眼。他可能在先算别的地方。不过现在大部分职业棋手好像，他直接尖出来，这有点感觉像是胜负手了，因为可能觉得局面没有那么好。那如果这边白棋有退让的话，就是黑棋可以挽回一点局面，这样。真的是有想法。职业棋手比较不会就是让自己安乐死，就是这盘棋可能都没有反击就让比赛结束。大部分如果局面不利的时候，还是会选择拼搏的比较多一点。好，最后挣扎一下。也不一定是挣扎，就是多争取了。会挑一些比较可能会有机会的下法，对，会比较复杂一点。冲出来。那冲应该就是退吧。因为这个如果挡住被断掉，这2颗就死了。那如果这边冲的话，黑棋是不是考虑尖在这？尖完再补。如果粘白棋粘黑棋就把这个挡住。是直接抢。直接抢。这个为什么不去？这里是不是白棋可以挤在这里啊？然后这块棋其实好像没有火，刚刚不是讲说那块棋黑棋没有进火，对，所以很长。白棋现在不知道会不会把它冲断。他们时限是50分钟嘛？对，50分钟10秒2次。那现在这盘棋已经1个半小时，已经1个半小时，所以过了90分钟，应该有人快要读秒的感觉。对，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有一方会下得比较快一点。对，他冲了。对，有感觉有在追时间哦。那冲完基本上应该是只能断掉了。真的很保守。这个断掉好像被打了挖，感觉白棋打了就挖吧，打了挖感觉白棋有点危险。而且现在有时间劣势。跟军服下棋感觉就是，我之前跟他下神经都要绷得特别紧，因为像才刚觉得自己局面不错，他就会下了一个很复杂的。就像这手棋。对，就像这个尖，就是而且都会在比较不容易想到、比较不合理的地方跟你强行作战，但你有时候又没办法作战战得赢他，然后你可能就会直接局面被逆转。像这个段被打了挖，确实就不一定。但也是这种棋很好看，如果都是在围控，这边应该都是担心到。那黑棋虽然自己局部没有进火，可是白棋现在刚刚讲的这一块棋也被卷进来了。就是白棋如果直接强杀的话，黑棋可以往这边飞，这局部白棋也没有火，所以白棋现在可能没办法强杀黑棋，可能要先回来把自己做火。我猜可能会尖还是贴尖吧。当
田径亭有手比划了一下，正常应该是这样。想补，有补。那军服应该也会，军服现在是2种，一种是看有没有办法活在中间，中间，但我觉得应该保守一点，可能还是会把它建住。如果我想要再拼一点，可能就会往中间，看有没有办法在中间做一下。如果现在白棋读秒，我觉得有可能会往这边走。尖了。但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病就亏很多。因为我们看一下，从刚刚这个病开始，黑棋直接把这个做活在这里，而且还带了礼物回家。那白棋这一串攻击就比较可惜失败一点。你说这手比较缓。这手其实没有明确的，我们看不太到实际的价值吧。但吃那3个就还蛮明确的。好，那扑了应该只能叫吃人踢掉，应该没有其他变化。好，白棋打回去。那黑棋这里在想，应该是在想怎么补这一块棋啊，因为现在很明显不补的话，被吃掉就接不归了嘛。那黑棋可能在想，我们可以先把这个当成这样看。那他在想到底要补在哪里比较好？好像有三个地方。他是补在这里。那白棋也不用马上吃。我刚刚在想，他是不是其实是很想补在类似这种地方？可是下不成这样，因为这样会被先掉吃。白棋是马上吃。那黑棋有一点嘛，这是药子，这不太能被吃。现在白棋压一个，感觉蛮重要的。压看黑棋是顶还是粘。如果顶的话，就这个粘是先手，那这个就可以立下来了。它这边多了一点点。就是白棋压完，可能中间还是会补一手，可能就像这样。但或是白棋有可能把这个吃掉。我感觉这个很大。还有这边。不过这边倒还好，因为这个挡跟这个跳可能就挡剑合。这我们常在说，就是这种空算是黑棋跳下来，因为这边没有关好，这叫袖空。就跟袖子一样，就是围不太起来，这边可能会被破进来。我感觉还是像是这两边。感觉是快读秒。有像，而且感觉有在追时间，给压力。而且当这种时候，通常局面就是很接近的时候，你看双方其实都会靠前，真的，头都快碰到头了。我们要一直通灵，猜一下。想补这。补在这的话，我觉得可能会被白棋直接这样顶了，再顶在这，贴在这。很犹豫，伸手了2次，第3次下去了。白棋如果可以直接一手棋把中间全部堵住，感觉黑棋贴目有点贴不太出来。他就是担心这2手。不知道。那好像也只能补在那。或是直接贴这个，啊，贴完之后，顶掉。顶完应该黑棋这个就只能连起来了。我刚才想，是不是这个不要顶掉，可能好一点，就直接贴过来，然后再挡住，花一手棋把这个下好。看起来棋很漂亮。因为你顶完再下成这样，不过如果你顶完再下成这样，这肯定这2个是亏的嘛。那他应该就是顶完就没有下了，应该就是手把。走这个。他把那中间吃掉。感觉黑的比较
这边瞬间就多了很多对地方。比较难办一点。我想我们刚刚讲的军服，其实在后半盘很能搅局嘛。我觉得最后可能感觉必要的时候，很刺激。必要的时候，搞不好都会用出这种半连半，就这种强行打劫。先预演一下，对。第一个预演。如果最后真的局势很不利的情况下，可是好像也没什么地方可以下了，好像像就是。我觉得这可以感觉看有没有机会把它跑回来。可是他想等读秒再开始跑。也有可能，对，他可能想要等静停读秒。那因为我们详细的时间看不到，不过时间用估算的话，他们两个大概开赛2分钟，有换个计时器嘛，所以现在应该是过了94分钟，差不多。反正最低就是100分钟，一定会有人读秒嘛。对，因为双方是50分钟。好，那这边感觉真的想捡回来了，这个，因为今天白的贴黑的都顶住，这边冲的话有个段，就白棋的气其实很紧。我觉得这边也很乱。对，所以看黑棋可能是不是可能会往这边碰完再捡一个，就这一颗感觉不能死了，应该地不太够。就碰，如果不过碰的话，好像跟这个也没。白棋好像是撑得住的，白棋可以这样。那虽然白棋气很紧，然后可是这边黑棋好像只能吃到这一颗。我可能会想这边先走个棋，然后再来捡。他可能也怕走那个不一定啊，他不理。对，或者就人家就挡住，就没东西。这边就是蛮考验职业棋手他们的计算，而且是要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不过这点军服倒是特别厉害。现在看起来是静停淡定一点。对，军服比较紧张。军服应该是觉得自己局面不是太有利。翻了，刚预言中了。但我不知道会不会啊，所以这样要留着劫财。可是如果你这边损太多，可能中间就不是劫了。那就是刚刚说的最然后。后这个就是要看判断。如果你觉得局面还可以的话，可能还是会粘起来。就是有可以一收的话，那对，他勉强，他还是想要对这个还是有点太勉强了。这个打劫还是有点太勉强。这白棋要补吗？白棋其实现在很想往东。白棋先大飞进来，这个也是我们收官很常见的大伸腿。很想搬。这个搬确实是蛮像抢的，不可能会先往这边下嘛，然后提了一下。黑棋这里局部要下的话，先手吧。没搬。比了2下之后，伸手一次。感觉还是会搬的，对。看了就很想搬。我感觉他应该是担心被捡回来吧。对吧？对。补了。好，那这应该是军服留下来的手段。他应该刚打胜在这就是瞄准着这个打劫，因为这个劫，所以我有的有劫这个一定要先提嘛。是不是白棋进入读秒，感觉速度有点快？对，没有，就快读秒也会这样，因为想要浪费一点时间。应该是读秒了，感觉应该是粘起来，
不知道他会不会在立下。哦，有啊。看有没有哇，这边军服收束收的感觉特别好。因为白棋如果比气的话，黑棋只要挡住先手，这个挡也还是先手。这边刚刚黑棋就多了，突然多了4、5目出来。感觉现在平均真的是一手差不多10秒。对，感觉应该是陷入读秒了。那这真的是看准时机去打这个棋。对。我感觉等一下军服肯定是往中间来搅，只是不太确定到底读秒了没。但现在收控是收不够吗？收控如果中间这个全部这一颗也被吃掉的话，感觉应该白棋还是好一点。不过我觉得现在右边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夹一个，感觉这夹了，这边是不是有一些官子的手筋？那就是时间优势，到关子还可以想。对，就为什么有时候就是时间前面用的少的优势就是在这，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像打劫可能就要点空，要判断交换的大小这样。哦，有时候好像还会算劫那财。你没有时间，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哦，他下了哪里？下了。脑袋瓜。哦，应该是往中间往中间下。年吗？可能是吗？年的年。对。哦，来加了。严重了，今天中了很多手。对。白棋应该会白棋扑了，白棋应该是扑了力啊。可是扑好像好吃。没有，应该是力下，这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在猜，好像出棋嘞。哦，有了。你看时间优势的情况下，这边等一下会，对，一定要靠这个打劫。颜色我也紧张了。等一下这边应该会有一个不禁止，我们大家可以来摆给棋友看。好像都黑的读秒了。还是黑的读秒吗？我觉得黑的读秒了。还是应该是黑的读秒，因为黑的其实下比较快哦。不，我们现在数5秒、6秒。有，我是有在数。黑棋还没读秒了。这棋等一下，没有这一颗，我们多摆一颗。如果当黑棋白棋吃掉的时候，其实这边有个夹哦。对，因为刚刚这边有个夹的手筋。局部比气应该是白棋可能慢棋。先不让他度过。他刚刚有那么一瞬间是想下来的。那有那么一瞬间。好，白棋读秒吧。赢了。这边很精彩，但静婷感觉这边被偷袭，被暗算，这个劫好像打不太赢。这边还有呢。对啊。是都读秒是不是？我觉得时间都双方我看到现在快一个100多分钟，110哦。对，就算没读秒，应该也剩不到几秒啊。感觉胜负会在这个节。就可以看到了。对。这边每一步都是解。黑棋应该会自碾吧。不过跟军府下的棋好猜归好猜，我跟他下的时候，猜不到。不是很多时候不希望他下那，他都会是就是一定会下在那里。你都可以猜到他下在哪里。可能因为我跟这2位棋手其实
像我们讲的，我们刚他们都认识13年嘛，其实他们认识13年，我跟他们也认识13年，对，所以棋风算是就都蛮了解的。是，对。最后决战呢？对啊。嗯。应该是会景气，这边景气。是，双方应该都读秒，都在10秒内。体质。哦，点了一个。白棋要挡住。我们可以先预测，然后快转。提解应该不太用想。对。可是白棋现在有个问题是，当这个劫打不赢的时候，最后还是要回来做活。而且做活感觉还是要省一点。哦，那这个冲，对，我觉得这个冲其实不一定便宜，因为这个被教吃完，其实中间的味道又特别差。哦，感觉这边。对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肩环，你看，又要有东西了。白棋的气其实也非常紧。这是我觉得有东西耶。好精彩。对，跟军府下棋其实都特别，我觉得有戏剧性嘛。观众看的很刺激，但是其实选手，如果你是以对手的角色来看的话，其实很不喜欢读秒的时候跟他下。但下完，不管是赢跟输，都有这种解脱的感觉。不用再继续那个，那很紧绷哎。对，不用继续跟他。应该是走这个方向。这是走的力吗？力吗？力的话，就是看那个角上，它是力吗？军府在哪？对，乖。没有，不过等下可以看到。对，因为他一定要补，他补了。他是补在哪？年。好，提解。这时候只是猜测，我们等下再看。应该是力的。对啊。乖。好贴了。还是得补。这拐，不过应该时间也有限，不太能算清到底这边尖是有没有起。拐了一下。应该是就挡。在那里看到。挡了吗？对，挡。就应该不吃。然后再往这边走。感觉。他走了一个什么？很像是这个范围的。这样。看不到了，猜猜看。可能点了的。这么哦，没有了，病了。没有。看一下。那我们体检。冲啊！应该是冲哦，我这边只能冲了。这2个冲应该都是接菜。冲完还有一个盾，他是冲下面的。冲下面。换边。等下再冲上面。对，等下应该会冲上面。但现在有个问题是，其实军府这个劫不太能打输，因为打输其实这边都是损的。感觉佩奇。他是不是碰这个？没有，他是碰这里。碰跟长交换这样。还没粘。这个没有，那个等一下。等一下再粘。当然粘好像不是劫财。
哦，不是劫财。住。不过不是劫，感觉军服会找这个就要吃。哇，这盘会到300手吧？这盘可能不知道会包含年，那年我觉得有可能小劫。就这个劫还是继续。是有，现在应该算不好劫财吧？时间那么少。对，主要白棋是劫财其实还是很多，应该至少也有个1、2、4，那应该断了。嗯。应该是断了，他那个手伸手的方向只有这个劫财，而且应该是断上面。哦，这很细腻，断上面。上面可能跟以后冲完再找劫还有一点关系。挑刺。这应该对，就是劫。断上面。感觉他会顶中间。这个吗？哦，还用点，点跟粘，然后之后再提结。哦，他们紧张，我们也很紧张。对啊，趁现在大家时间也都是基本上都赌掉了。要跑哪一个？哦，可能会叫吃。啊，小姐，小姐。那黑棋就只能穿进来了。好哦。但其实刚不确定军服有没有点青木，因为感觉是可以继续打劫。那劫财看起来还很多哎。对啊。黑棋现在应该只能冲。冲了不知道会不会把这个再顶过去把它吃掉。啊，不过白棋有可能接这个就是。好贴。那可能就会冲了吃。应该只能走这。这盘棋就快要结束了。现在是很接近吗？哦，没空点。现在除了这个冲，其实下边这个也大，这一手棋就被，后来搬的交吃，这应该搬只能断，然后交吃，交吃，现在预言应该会变这样，然后这个呢？白棋打应该会滚打，交吃。就这可以交吃，然后粘的时候再交吃这个。对，应该会变的。本刀。哦，整个棋盘都是棋子。对，他们这一盘的手数应该也会下的挺多的。下最多的手数是几手？我记得好像是前阵子的，对不对？目前在台湾啊，台湾的记录好像是2位女职业选手。对，好像是最近嘛。是张凯欣老师跟杨子轩老师下的。对。前几天。没有，前几年。前几。时间过很快。哦，这一定读秒。手数。好像360几，还是400多？哦，431。黑棋夹在21，这个死活对军服来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要开始收官了。白棋做眼。
这是当吗？对，应该能当。其实白棋刚刚往中间贴一个，不知道大不大。哦，你说很早的时候？对，没有刚上一手，可能是贴在这里挺大的。嗯。这样被黑棋冲到。对。嗯。这个尖，这以后还可以搬了铺了就要吃。嗯。哦，感觉有点失误，感觉金庭这边官子收的有点失误。这又被便宜了。可以马上铺。铺了交车就把白棋逼回去。哇，少了超级多。哎，对，瞬间其实少。剩2个眼睛，硬生生被扒成2个，只剩2个眼睛。这个我会弯山做火，做火点中间。哦，这样子这边。它5到10分钟就会结束。对，这边已经就是陷入小官子了吧，就都只剩1、2目了。黑棋自己补一手，这个棋如果不补，可能是担心有一个万年结在脚上。都是必然。啊？军服投降了。哦，那如果这样收完差多少？感觉应该也是贴不太出来。哦，是在说这个题吗？对，我觉得可能他不想贴这个吧，他不想煎这个啦，煎这个被贴死。这样是白棋简静亭获胜。对，我们这盘棋是由白棋的简静亭获胜。对，右边这个打劫，感觉黑棋如果要打的话，就是既然都已经选择要打劫，这个劫肯定要拼。因为最后只是实战把中间这一点破掉而已，其实没有这个收获不是这么明显。可能打劫那时候还要看一下时间，我感觉他是等静庭快要读秒的时候。那时候感觉是读秒。对。就黑棋感觉应该肯定要继续中间找劫，可是不知道他也可能觉得打不赢这个劫，才就找这2个。看他们想要摆到什么时候。啊，就是那个尖吗？真的是。应该，我觉得就是中间这个拐跟这个贴交换，感觉不是到太好。我自己如果我下的话啦，如果觉得局面不利，肯定应该会下的再复杂一点。不过10秒的变数是真的有点太大了。到这里的时候，双方应该剩10分钟左右吧。双方没吃那么久，没那么久，对，应该都快读秒了。哦，应该是1个5左右。好，那他们现在应该是在复盘研究。等一下下午的话，应该是我们直播会从下第6盘。对，我们待会12点到12点半会是他们选手的午休时间。那12点半到2点半会是第6局比赛。对，他等一下可以再请，就是各位观众12点半的时候准时回来收看我们的第6场比赛。应该都是5胜的选手。好，那我们这盘就转播到这里。待会大家再一起来见啦，第6局。对，1点，第6局12点半。好，拜拜。
对，这样子我是